嗨，欢迎回来，我是驴子。要说到 ROG 家顶级效能的电竞笔电 ，CPU、显卡、散热全部堆满的机种，那一定不能错过每年的 Street Scar 系列啦。现在在我们桌上的就是今年迎来大改款的 Scar 16，以及等一下会看到的 Scar 18。这个16和18代表的就是萤幕的尺寸，像是16对应的就是16寸，18对应的就是18寸。这两台机器其实已经在我们手上测了1个多月左右了，测试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今天就来详细聊聊这两台的实际表现。先简单来带一下基础规格，让大家感受一下效能有多强。CPU 部分采用了目前最顶之一的 Intel Core i9-13980HX， 也就是 Intel 笔电端极致效能定位的处理器，比一般 H45 的高效能版本定位更高。对比 i9-13900H 来看 ，i9-13980HX 再多了2个 P-Core， 重点是 E-Core 直接翻倍，从8个 E-Core 拉到16个。这个核心数量根本是对标桌机平台的 i9-13900K 了当然，在瓦数上肯定是还是有差啦，毕竟体积差这么多，但这个规模还是非常不得了。显卡则都是搭载满血版，最高170瓦的 RTX 4080以及4090。简单来说，就是目前最顶的 CPU 和 GPU 配置。重点是，今年的 Scar 16也用上了顶级的 Mini LED 显示器，更是达到了1024个分区的最新版本。相比去年大多是512分区的表现，整整翻了1倍。不过，我相信大家都有看到这两台今年真正的亮点，重点是开价。作为顶级效能之选，两台的4080都是98999元 ，Scar 18的4090则是119999元。但这还没完哦，重点是目前各家电商和通路都有对应的优惠，相较起今年其他类似定位的机种所引进的版本，至少都要14、15、6万的开价。ROG 这波的 CP 值瞬间就起来了，我猜也因为是价格开得不错，这两台一开卖就有很多人在敲碗实测总之，实际表现究竟如何呢？我们就详细来看看吧。整体来说，这次 ROG Strix Scar 16、18两台的设计 ID 设计是相近的。A 面同样是采用了整面的黑色金属上盖，搭配上 ROG logo 组成的经典的大斜切，大大的信仰之眼 RGB logo 当然也被保留了下来。这次比较大的差异其实是 RGB 灯条，从上一代的下罩式 RGB 改成了现在的一整条。没错，大家可以看到改款后的两台在后侧转轴区域都有一整条的 RGB 灯带。应该也是为了用来强调整排出风口的气势，并且蛮有诚意的是，后排这整条的灯珠数量也很够。怎么知道呢？看 Aura Creator 可以调整的灯珠数量就知道了。所以可以组成非常滑顺的彩虹循环。新的后侧 RGB 灯带设计，我觉得是更加现代利落的。搭配上 Strix Scar 系列本来就很经典的前侧整圈 RGB 灯带，平常静静的看着 RGB 打在桌上，整个心情就是非常舒服疗愈啊。总之，还是那句话，说到 RGB， 你一定可以相信 ROG。外观同样有 Scar 系列经典的更换装甲名牌设计，也可以自己客制化去做替换。不过，相较起外观，我觉得这次更重要的改变其实是萤幕。我们详细来说。今年的两台萤幕都有改款，换上了 ROG Nebula 拟真技术电竞萤幕。这个名字真的是偏长，但没关系，在帮你的频道一定会让你简单看懂。我们一个一个来拆解。我们先简单对比一下规格。Scar 16换成了 Mini LED 背光的萤幕，而 Scar 18这边则是维持一般的 LCD 背光萤幕。两台的解析度都是 2K， 更新率也都达到了240Hz， 但是在色域上有提升。Scar 18这边从去年大约80%的 DCI-P3 覆盖提升到了100%的版本，实测最大亮度可以达到500尼特，算是 LCD 很不错的表现了。而如果你更追求萤幕的表现，那 Scar 16则是从一般的 LCD 换成了 Mini LED 背光技术，同样达到100%的 DCI-P3 广色域。大家也知道，我们这阵子换上了总价值要1万美金的萤幕测试设备和软体，我们等一下也会详细来测色域和色准表现。不过在此之前，我想先聊聊 Scar 16的这块 Mini LED 到底差在哪里。简单来说，过去的 LCD 萤幕
它背后的背光是固定开启的，也就是只有开跟关。所以在关灯的时候就能看到黑色并不是纯黑，而是透着蓝光的。而全新的 Mini LED 最优势的地方就是它的灯珠阵列是可以独立控制开关的，所以当画面显示黑色的时候，就可以完全关闭灯珠，达到高对比，也让画面的明暗对比表现更加优势。不过 Mini LED 还有一个重要的规格要注意，就是分区数量，也就是虽然后面有几千颗的 Mini LED 灯珠，但究竟可以分成几区控制开关。简单举个例子，如果只有9区，同样是分区背光，但是每个区域太大，没有办法做到细腻的控制。而以 Scar 16来说，这次的 Mini LED 采用的是目前市场前段班的 Mini LED 方案之一的友达 MLED， 分区也从去年的512分区翻倍拉到了1000区控光，达到1024个控光分区。在显示这种低光源场景的时候，整个明暗对比也会更加细腻。并且 Mini LED 最大的优势就是亮度表现嘛。以目前的笔电来说，传统 LCD 好一点的大约是500到600尼特 ，OLED 峰值常态也是600到700尼特左右。而这一台 Scar 16的 Mini LED， 华硕标的是1100尼特的峰值亮度，并且通过 VESA Display HDR1000的认证。当然，我们自己测更准，经过我们实测，全白画面可以达到680尼特，而峰值亮度更是可以达到1370尼特。超越华硕的官方标示，没有虚标。话说回来 ，Mini LED 的峰值还是最强的一块，非常惊人啊！日常观感也不用多说 ，Mini LED 就是更加通透。不过受限于分区背光的数量，在显示小面积画面时，系统还是会自动降低背光亮度，避免产生业界最大的敌人 Halo， 也就是光晕，算是目前 Mini LED 的限制之一。我们这边也来详细测一下色域和色准。测预设的原生模式 ，Scar 16的色域覆盖达到100%的 sRGB、91%的 Adobe RGB 以及99%的 DCI-P3， 色域表现是达标的。重点还是看色准，在预设模式下，平均 Delta 1达到 1.46， 这个数值小于2，就是代表色准不错的意思。我们这边也测试了几个内建的色彩设定档，大家可以透过 Armoury Crate 进行色域选项的调整。从结果来看， sRGB、DCI-P3、DisplayP3 都有进行对应的色域限缩，并且平均 Delta 1都达到小于2的表现，萤幕表现完全达标。接着我们看到 Scar 18，色域表现同样都不错，达到100%的 sRGB、86%的 Adobe RGB 以及98%的 DCI-P3。重点还是色准，平均 Delta 1只有 0.96， 小于2就很强，那小于1就是非常优秀的表现了。这边也提供所有色域模式下的测试结果让大家参考。所有模式的色准都是在线的，可以看到 ROG 在这2块萤幕的显示调校上也没有马虎，如果有创作需求也可以胜任。话说这次 ROG 蛮有诚意的，我们整整呼吁了1整年 ，Scar 系列也换上了16:10的萤幕啦，拿来剪片、浏览网页，16:10都更加舒服，剪辑多一排，浏览文书看的行数更多。我觉得就只差生物辨识，然后镜头换成 Windows Hello 会更香。此外，2台的萤幕反应时间同样达到3 ms， 当然也有 ROG 标配的 Adaptive Sync 自适应同步技术，支援 G-Sync。HDR 部分，在 Netflix 可以成功点灯双杜比，包括 Dolby Vision 杜比世界以及 Dolby Atmos 杜比全景声。看完了萤幕表现，接着来看今年另外一个亮点，我觉得是散热设计上的改款。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话，应该还记得我们在 ROG CES 发表会那一则影片就有提到 ，ROG 今年为了压住13代 i9 加40系列这种汇集2头效能猛兽的怪兽级规格，他们今年也重新设计了2023系列笔电的散热系统。帮大家复习一下，主要的改进可以分为3个：第一，环状出风设计；第二，全尺寸散热器；以及第3个3风扇散热系统。先说环状出风设计。简单来说，大家可以看到 ROG Strix Scar 不管是16还是18的版本，2台的3侧都有风道开孔组合成整个环形的风道设计。第二叫做全尺寸散热器，这个我们直接打开来看比较清楚。熟悉笔电的朋友应该看到了吧？上面居然用了一整排的散热鳍片，对比一下去年的 Scar 17就很清楚了。通常鳍片只会放在2个出风口，而现在整排都是，总共有374个散热鳍片，
SCAR18则是达到了414个散热极片，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肯定是一个一个打开 ROG 官网直接看就好了。但是这个用料真的只能用极尽奢华来形容了，并且为了下放这个大尺寸的极片，他们把过往放在上排的 PCB 整个拉空，所以从后侧来看，整个就是出风口，非常霸气啊。而在主要的散热硬体上，也是该堆的都有，整组总共达到了7组热导管，搭配上左右2组风扇，并且风扇也都有防尘滤网的设计，可以减缓灰尘的累积。最后大家可以看到，在下方的位置 ，ROG 也加上了第3颗风扇，主要是改善内部风道的设计，进而提升整体的散热效率。顺带一提，从热像图来看，可以看到 ROG 这次也有做键盘面的散热，在 WASD 的按键区域温度会是比较低的，压力测试下也控制在30度左右，在操作时就不会觉得手掌热热的。话说，这次 SCAR16整个机身排列还是非常紧凑的，而 SCAR18整个就从容许多了。毕竟今年13代和40系列的能耗比表现不错，在硬体堆料上也比较没有压力。对了，今年16和18两个版本的 layout 跟主板 PCB 的设计应该是接近一致的，主要就是透过排线拉宽了小板、电池这些组件和主板的距离。一个小惊喜是，今年 ROG 把地面的灯条排线整合进内部了，没有任何排线连接到后盖上，所以开盖的时候就不用担心弄坏灯条排线了。加上螺丝也有自动抬升的设计，如果玩家要自己扩充 SSD 或是换 RAM 会容易许多，给个好评。但就是今年的密合度做得很好啊，建议搭配简单的拆机工具撬开卡扣，手收就不会弄痛啦。而在 I/O 接孔上 ，SCAR16和18的数量和配置是完全一致的。右侧有2个 USB 3.2 Gen 2的 Type A 接孔，因为后面全部留给散热极片了嘛，所以这次电源就移到了左侧，尽量放在靠后不会卡手的位置。接下来是 2.5GB 的 RJ45 网络接孔，一个满血的 HDMI 2.1，最高支援 4K 120Hz 或是 8K 60Hz 的画面输出。接着是一个支援 Thunderbolt 4的 USB-C， 同时也支援 DP G-Sync 画面输出。接下来这个 C 孔也支援 DP 画面输出，并且支援 PD 充电。实测65瓦和100瓦的 PD 充电器都可以成功充电，两台都可以达到最高95 6瓦的快充瓦数。出门在外文书用就可以带小尺寸的 PD 充电器，不用带大颗的变压器了。最后还有一个 3.5mm 音讯接孔，整体的接孔配置对 gaming 来说还是很足够的。HDMI 2.1、TP4、2.5G 网络要的接孔规格也都有给。而在重量上 ，SCAR16单机落在2.6公斤左右，加上充电器后大约是3.7公斤，而 SCAR18则是单机3.1公斤，加上充电器后大约4.2公斤。两台的重量整个都是猛兽的体积和重量啊！两台的上盖都可以单手开合，地面的设计也很帅，底部也可以看到有比较厚的胶条垫高，帮散热留出空间。最后看到 C 面，跟过往一样，同样采用微透的机身设计，表面采用细腻的雾面涂层，手感舒服。上面有4颗我自己很喜欢的快捷按键，你想要的话也可以自己客制化。电源键在右侧上方。对了 ，Keystone 插槽今年也没有了。键盘部分 ，SCAR18同样有大家喜欢的独立数字键 ，SCAR16因为体积的关系就没有。但 ROG 有加入 Number Pad， 也就是触控板上的虚拟数字键，长按就可以开启。不过可喜可贺的是 ，ROG 有听到大家的心声。两台的方向键通通回归全尺寸，而在键盘手感上，两台都是 ROG 经典的薄膜偏 Q。对了，这两台在待机的时候也会有细小的电流声，但我们这两台其实都要整个贴近机器才听得到，所以倒是还好。两台的键盘也都是 Per Key RGB，
所以你可以自己编程喜欢的灯效，系统内也已经有许多 RGB 预设的灯效可以选择。最后是触控板，两台都有加大的设计，面积很够，在触感上表面细腻滑顺，触发利落，而且是静音设计哦，不吵不闹。ROG 的触控板这几代都算是比较省心的。接着，我们就直接进入真正的重点——效能测试。帮你手上的 ROG Strix Scar 16以及 Scar 18，在 CPU 部分采用的是同样的规格，搭载的都是今年发表规格很顶的 Intel Core HX 系列笔电端处理器 i9-13980HX， 同样是 P-Core 加 E-Core 的大小核设计，达到了惊人的8个 P-Core 加16个 E-Core， 组成24核32执行序的架构，快取也拉到了36 MB。在 ROG 的调教当中，最大 TDP 也来到65瓦。如果再加上显卡瓦数的话，整台的 Turbo 模式 TDP 也达到了非常可观的230瓦，手动模式更是可以达到惊人的240瓦。说它是效能怪兽，真的不夸张啊！并且 CPU 也有用上新一代的暴力熊液态金属，强化 CPU 散热。依照国际惯例，我们先来测 Cinebench R3，两台搭载的 CPU 是一样的。都是 Intel Core i9-13980HX， 在单核中拿下2141分，多核则是来到了惊人的30392分。Intel 今年的牙膏依旧是有在踩的。对比一下去年笔电端顶级 CPU 之选 i9-12950HX， 单核大约有 12.6% 的提升，多核更是受益于16个 E-Core 的配置，提升来到非常惊人的 54.2%。对比 i9-12900H 更是快了 61.3%。所以，如果你是隔代升级，这次的 i9-13980HX 对比 i9-11900H 更是直接翻了 2.46 倍，只能说这个效能释放是真的很扯。重点是，这次很多人说 i9-13980HX 是把桌机 CPU 塞进笔电的一代，完全不夸张。我们拿出桌面端处理器对比，多核完全超越12代桌面端顶级之选 i9-12900K， 快了 11%。对比同一个世代的桌面处理器 i7-1300K， 更是只有6%的差距。而不论是在单核或是多核的表现，都已经将第10代桌面平台狠狠地甩到后面去了。那只能说，虽然不意外，但这颗 CPU 的峰值效能真的非常不得了。不过笔电当然有上限，那就是散热，这个我们等一下会聊。先接着看显卡。Scar 16目前台版只有一个规格，就是 GeForce RTX 4080，而 Scar 这边则是有2个版本，分别是 RTX 4080以及最顶的 RTX 4090，全部都是满血的175瓦，也就是150瓦配上 Dynamic Boost 之后，最高达到175瓦，效能释放上都不用担心。而我们今天也分别准备了4080的 Scar 16以及4090的 Scar 18，让大家看看差异以及如何挑选。理论效能，我们先看 SandyMark TimeSpy， 搭载 RTX 4080的 Scar 16拿下了18574分 ，Scar 18则是拿下20379分。4090和4080大约有 9.7% 的差异。这代40系列的能耗比更好。对比一下去年笔电端最顶的 RTX 3080 Ti， 相当起4080差了 36.8%， 对比4090更是差了 50%。可以看到40系列的峰值效能提升还是非常有感的。算是令人满意。此外，从去年开始 ，ROG 全系列也都上了 Max 独显直连，只要在 Armoury Crate 当中开启独立显卡模式就是了。透过 Max 独显直连开关，可以完整释放显卡的全部效能，并且有效的降低延迟。像是我们这边直接测对延迟很敏感的 CS:GO， 可以看到 RTX 4080原本是平均391帧，开启 Max 之后，直接冲破了平均635帧。非常凶悍，而 RTX 4090这边也从平均429帧冲破了平均713，不讲武德，非常猛的成绩啊！但还是同样的建议，如果大家是要带出门使用，想要更长的续航力，就建议关闭独显直连，然后在 Armoury Crate 选择 GPU 省电模式，就可以有效提升续航表现。而在记忆体部分，两台都是采用 SK 海力士的16+16共32的双通道 DDR5 4800的记忆体。储存空间部分 ，Scar 16用的是单条的三星 1TB PCIe 4.0 SSD，
实测循序读写速度可以分别达到7000的读取，近5200的写入。右边还有一个 M.2 插槽可以自行扩充。而 SCAR 18 4090顶规版这边则是透过2条三星 1TB 的 PCIe 4.0 SSD 组 RAID 的0，实测速度超级快，达到13220的读取以及9300的写入。同时，邦尼也实测2台的风扇在极速模式下全速运转，大约都落在55到57分贝左右。以这个级距来说，噪音控制还是比较好的表现。此外，今年这2台也都支援了0分贝散热，也就是在温度墙内，系统会完全关闭风扇，依靠本身的机身、鳍片、热管进行被动散热。顺带一提，今年也有保留风扇快捷键的设计，可以直接透过键盘调整风扇的转速。邦尼这边也直接跑 Sandymark TimeSpy 20人的测试，4080的 SCAR 16稳定性达到 97%， 全程 GPU 温度落在85度左右，而 SCAR 18的4090这边则是 98% 的稳定性 ，GPU 控制在88度，2台的解热表现还是比较稳的。邦尼也实际测量机身温度 ，SCAR 16正面最高温大约落在 47.9 度，不过整个按键区的温度倒是控制得很好。受益于键盘面有散热设计，整面都控制在30度左右。而 SCAR 18这边虽然有更大的散热体积优势，但4090的发热量还是高上一些，最高 53.5 度，键盘面也都控制得不错，都在30度上下。整体的机身温度控制也算是这个效能极具合理的温度范围。好，看完了理论性能，邦尼就接着来测现实环境中的效能表现。首先，测一般的 4K 剪辑需求的专业性能，采用的是总长10分钟的 4K 原片，并且经过简单的调色及混音，最后进行 4K 输出。一样使用 NVIDIA Studio 版本的驱动，一般使用者 4K 剪辑可以参考这个测试结果。在这个项目中，主要就是看 GPU 加速，所以可以看到4080的 CUDA 规模其实跟3080 Ti 是一样的，都是7424个 CUDA 核心，所以在输出秒数上是完全一样啊。而4090这边当然就更快了，相较起4080和3080 Ti 快了 9%， 相较起4070更是快了 62%。这也是为什么我建议，如果你们有比较重度的创作需求的话，那至少上4080会是 CP 值更高的选择。接着我们测重度剪辑，会帮你这类高效能的需求出发，测试内容包括了全 4K 素材剪辑，以及非常重度的 AE 动画、调色、混音以及多轨剪辑也会来得更加复杂。而在重度输出中，结论相近，可以看到4080和3080 Ti 在输出秒数上非常相近，因为规模就是差不多，差了几秒大概就是测试误差。而4090这边同样来得更快。总结来说，可以看到4080对比4070会是一大段的效能提升，而如果要追求顶级的效能，那就当然上4090，大概可以省下9%到10%的时间。看完了专业性能，我们接着来测游戏效能。这次我们的 ROG SCAR 系列搭载的是 Windows 11 Home 作业系统，内附 Game Pass Ultimate 订阅服务3个月，入手之后就可以免费获得，千万不要忘记去领了。我们就直接进入游戏实测吧。首先是 Forza 5 Full HD 之下完全没有压力啊，最高档位的极端画质设定，轻轻松松破100帧。我们直接测 2K 超高画质搭配高光追，在不开 DLSS 之下，4080就已经轻松跑出了平均136帧。就算把画质开到 2K 最高的极端画质，光追同样设定为高，同样不用开 DLSS， 2台就有平均122帧以及129帧的表现。在 2K 之下游玩 Forza 5完全没有压力。接着跑 God of War 战神 ，Full HD 所有画质设定一样没有压力，直接看 2K 高画质，不开 DLSS 之下一样是轻松破100帧的表现，平均110.7帧以及120.9帧。接着把画质开到最高，选 2K 极高画质 ，DLSS 不开，来到平均86.9帧和98帧，一样也是顺顺跑。开启 DLSS 之后，2台的帧数都超过了100帧。接着来看光追比较复杂的 Ghostwire Tokyo 鬼线东京，先测不开光追 ，Full HD 同样没压力，直接测 2K 最高的画质设定。在电影画质之下，2台平均也都可以破100帧，平均来到了113.6帧以及122.2帧。接着我们打开光追，直接测最重的 2K 电影画质加电影光追。
这个时候压力就上来了，两台的平均振数来到57.5振以及61.7振，已经算是顺跑了。30系列在同样的设定下，想要稳40都不太容易。接着我们开启 DLSS， 那就完全顺跑了，可以达到121.7振以及141振。最后是效能测试软体 Cyberpunk 2077。先说结论，现在连2077笔电都可以轻松驾驭了吗？先看 Full HD， 我们看4080就好。在 Full HD 最高的画面设定极高光追之下，不开 DLSS， 平均就有112振。开启 DLSS 后，更是达到平均194振啊，完全驾驭。2K 之下不开光追也没有什么压力，直接测 2K 最重的画质设定极高光追。4080平均75.4振，4090更是达到了84振，完全胜跑。开启 DLSS 之后，更是分别达到了124以及159振。总结一下，受益于40系列真的挺强的效能输出，现在的笔电端算是可以完全驾驭 2K 之下画质全开的负载了。大不了开个 DLSS， 帧数马上就上来了。我觉得或许 ROG 下一代就可以放心的考虑上 4K 120Hz 的萤幕选择，40系列是足够应付的。续航力部分 ，ROG Strix Scar 16和18都是采用90瓦时的电池，连续播放 Full HD 的 YouTube 影片1小时都是消耗了21%。而在 PC Mark 10现代办公，萤幕设定200尼特的电池续航力测试中 ，Scar 16最终拿下4小时33分 ，Scar 18则是达到5小时40分。Scar 18会好上一些，但都算是效能笔电的正常续航表现，也比去年 Scar 17 SE 撑得更久。但要出门，还是建议带颗轻便的 PD 会比较保险。值得一提的是，这次 Armoury Crate 当中也可以直接设定要开启的 P Core 和 E Core 的数量，有特殊需求的朋友也可以快速设定。充电部分，帮你实际使用原厂随附的330瓦充电器 ，Scar 16充电30分钟达到57%，1个小时充满92%，完整充满耗时1小时32分。而 Scar 18这边则是充电30分钟达到55%，1小时充满90%，完整充满耗时1小时42分，但都比去年1小时50分左右的成绩来得更快。时间到了节目尾声 ，Scar 16、18两台真的可以算是近3年我自己最喜欢的一代 Scar， 几乎可以说是各方面都在水准之上，没有明显的短板。尤其是萤幕散热的改款非常有感，我必须在这里公开给 ROG 一个好评。我们去年测完 Scar 17 SE 就说过，期待 ROG 今年可以带来显色更好的萤幕，做到了。希望有视讯镜头，做到了。甚至连16:10也做到了。所以我说嘛，大家有什么建议就在底下留言 ，ROG 总是会看到的。再不行的话，我肯定公开帮大家呼吁，千万别吝啬你的留言。整体来说，无论是跑分、输出、游戏，几乎都是名列前茅，甚至霸榜的表现。整体的 layout 接口也都没有问题，是目前整体很强的一台机器。重点是 ROG 今年还开了一个很不错的价格，我觉得挺可以的。当然不免俗的，我还是想许愿，下一代的 ROG 可以在台版带来18寸的 Mini LED， 或是4K 120Hz 的萤幕。还有一个虽然是小事情，但我私心觉得 ROG 或许可以考虑进一步缩小变压器的尺寸，像是近期热度蛮高的氮化镓方案。毕竟未来瓦数肯定还有机会再上去，先探索缩小尺寸也挺好的。好啦，本期节目就先到这里。看到这个时长真的是测好测满啊，希望大家也看得开心。如果还有任何问题，或是帮你团队没有说到的，欢迎底下留言一起讨论。最后，节目制作不易，还请大家多多支持了。也欢迎透过加入频道会员或是 YouTube 的超级感谢按钮，赞助我们完成更多有参考价值的实测节目。我是驴子，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最后的时间，帮你一样提供所有的跑分测试供大家参考啦。在音效体验上 ，Scar 16和18同样搭载了2个高音以及2个重低音喇叭，我觉得音效一直都是 Strix Scar 系列不用担心的地方，表现也都在水准之上。帮你实测 ，Scar 16最大音量落在86分贝 ，Scar 18则是88分贝。帮你提供外放测试供大家参考。
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我们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